从10月10号到现在，俄军集中了大量装甲部队，朝着顿涅茨克的卫星城阿夫迪夫卡发起了大规模坦克突袭战，试图夺取战场主动权。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惨痛的失败。在这段时间的战斗中，俄军损失超过了3000人，第90坦克师几乎全军覆没。为什么俄军会败得这么惨？咱们接着往下看。关于俄军惨败的原因有好几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大兵个人认为首先这和阿夫迪夫卡的位置有关。阿夫迪夫卡是顿涅茨克市的一座卫星城，面积仅2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3万人，距离顿涅茨克市只有6公里。在苏联时代，阿夫迪夫卡就被建成了钢筋铁骨。到了2014年乌东战争发生后，乌军更是在此地建设了8年的防御阵地。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军又特地在这里进行了针对性布置。可以说，乌克兰这么多年的建设，早就把阿夫迪夫卡打造成了一座堡垒城市，物资储备丰富，后方支援火炮布置合理，是一个比巴赫穆特更难打的地方。而且由于当地建设有大量的电厂、钢铁厂、化工厂等产业，需要铁路运来大量的煤炭、铁矿石等矿产品，他们的副产品及各种矿渣用火车、汽车运到阿夫迪夫卡西北铁路线旁，经年日久形成了一座高大坚实的矿渣山，可以俯瞰铁路线以及阿夫迪夫卡镇周边。对于俄军而言，拿下该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毕竟，按照俄罗斯的说法，现在的顿巴斯是属于俄罗斯领土。那既然是自家土地，最低限度的军事成果必然是要恢复顿涅茨克的边境，这就决定了攻占阿夫迪夫卡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毕竟这里距离顿涅茨克实在是太近了，拿不下阿夫迪夫卡，顿涅茨克就永无宁日。相反，如果俄军真的控制了这里，就可以火力覆盖周边的平原地区。因此，在哈以冲突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时，俄军也开始了他们的大反攻。让我们来大致还原一下本次俄军的进攻过程。从9月开始，俄军就逐步在阿夫迪夫卡方向集结兵力兵器，他们想要一举攻克这个从2014年以来乌军构建的坚固据点，打通向顿涅茨克州首府顿涅茨克市区的通道，并缓解巴赫穆特南翼和扎波罗热战场的巨大压力。为此，俄军不惜大量扩军，在万事俱备后，俄罗斯陆军在当地民兵组织及空天军的掩护下，向阿夫迪夫卡发起最大规模的进攻。在进攻开始后呢，俄军第一阶段行动目标是通过对通往阿夫迪夫卡的道路进行火力封控，以扩大设防区域的包围范围。从11号到14号，在4天时间内呢，俄军是不眠不休，以强大装甲力量横冲直撞。从俄军的进攻路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俄军对阿夫迪夫卡的进攻的战术依然是前行攻势，就是东南为正面，左翼为西南方向，右翼为西北方向。正面佯攻，把优势兵力集中在两翼，然后将两翼锥形强推，对进攻阵地成合围之势。前行攻势有个好处就是用三角形编队形成锥形面进行挤压，达到逐渐收缩包围圈的目的。这在二战时期没有现代战争的强大火力情况下是非常管用的战术。但是在乌军拥有强大的集中火力下，尤其是有集束炸弹的出现，使得两翼俄军被乌军的火力重点照顾。在前期取得小部分推进后，就很快被打回，不少俄军的坦克还没有冲到乌军阵地跟前，就被远程火炮给摧毁了。可以说这几天是俄军最黑暗的时间，因为在俄军的各个机械化进攻纵队发起攻击之前，在战线前的5到10公里的不同的进攻路线上就遭遇了乌军的炮火和无人机的攻击。由于这里的地形开阔，一马平川，远程火力瞄准的真切，看起来呢简直就跟打游戏一样。截止目前，从乌东调过来的俄第41军第74旅和第90坦克师的第228团基本是被歼灭殆尽。而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的防守部队第110机械化旅、第126国土防御旅，两者呢都是2022年才成立的新军。虽然外围还有乌克兰第55炮兵旅的配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乌克兰年轻的新军，使用的还是苏式武器。但即便如此，他们扛住了俄罗斯精锐坦克师的进攻。为此，泽连斯基也特意表扬了
阿夫迪夫卡方向的第110机械化旅、第55炮兵旅。他表示，乌克兰士兵的成长速度很快，已经成熟到能在美国不太关注的情况下，不仅顶住俄军重装甲打击，还能不断向前突进。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没有能夺回主动权的地方了。而另一边的俄军呢，则在几天的进攻中暴露出了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指挥不力，各兵种协调不足。英国国防部援引乌克兰同事的话说，俄军在发动阿夫迪夫卡战役后呢，其人员损失数值增加了90%。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认为，与去年俄罗斯冬季攻势失败的情况一样，俄罗斯军队依旧在使用人海战术，他们将大量的士兵扔进战场，而作为这次攻坚主力的战斗步兵，大部分都是新兵，在战斗经验方面十分欠缺。在遭到乌军的集束炸弹打击后，不少士兵都开始逃跑。虽然后方有督战队控制战场，但俄军进攻的士气已经被打没了。这个时候呢，乌军的坦克部队发起了一波反攻，将战线推了回去。从此之后，战线的变化就变得十分奇怪。每当俄军在战场前进了一段距离，就会被乌军一波反击推回去，然后俄军再发动进攻推进，乌军又开始反攻。著名的俄罗斯军事博主吉尔金看到如此战况，也忍不住发文嘲讽。在阿夫迪夫卡，他们昨天前进3公里，然后被打退3公里，再前进3公里，又被打退3公里。这一下，咱们一共前进了12公里。原本说好用来消耗乌军的火力口袋，反而成了乌军诱敌深入、消耗俄军有生力量的最佳地点。这次在阿夫迪夫卡的进攻战，俄军损失甚至比武勒达尔冬季攻势还要高。光是卫星图就发现了至少有109辆俄装甲车被击毁，这几乎是一个整编旅的实力。况且俄军实际的损失肯定还是要高于这个数字的，毕竟卫星的覆盖面并不充足。而那看似平静的阿夫迪夫卡城中呢，很难找到乌军藏在哪里。但只要俄军大部队推进过去，就会有四面八方的火力喷涌而出，炮弹和无人机从天而降，令俄罗斯人仰马翻。这座战前拥有约32000名居民的小镇，从2014年以来一直受到不断的攻击，不断遭到轰炸，甚至遭受无数次俄军白磷弹燃烧，只剩下不能烧的混凝土了，基本上没有一座完好的建筑物，但它确实是一座堡垒。或许有人不理解俄军为什么要攻下这座空城，为此甚至不惜付出惨痛代价。大兵个人认为，除了前面提到的理由之外，还和俄总统普京有关。在最近采访中呢，普京一直在谈论阿夫迪夫卡。不少人认为普京的目标是在2024年俄罗斯大选前夺取这座城市，除非乌克兰的行动彻底失败，否则任何东西都不会改变这个计划。而普京对阿夫迪夫卡的关注，也意味着前线的俄军将领会将该地区视为重要地点，这就是为什么俄军在初期进攻受挫之后，居然继续采用添油战术的原因。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呢，就是俄第114摩步旅的插旗事件。在10月20号之后，眼看无法快速拿下阿夫迪夫卡的俄军，开始缩小目标，试图先拿下该地的矿渣山。咱们前面也说了，阿夫迪夫卡地区是一个密集的煤炭开采区域，矿渣山就是从一座大型露天矿中挖出来的未开发的覆盖层，这些松散破碎的岩石已经堆积到了周围地区几十米高的地方。为了拿下这个地方，俄军发起了又一波的进攻。功夫不负有心人，俄军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呢，终于在10月24号成功在矿渣山上插旗了。今日俄罗斯的战地记者安德烈·菲拉托夫为了记住这个重要时刻，马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将这个好消息传递给了俄罗斯民众。视频中显示，俄军第114独立近卫摩步旅将该旅旅旗和俄罗斯国旗插上了阿夫迪夫卡附近的矿渣山，这也让俄罗斯民众精神一振，认为这是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大战中取得了重大突破的体现。虽然视频中只见旗子不见人，但这并不影响胜利消息的传递。只可惜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这一时刻，乌军的无人机就不小心将俄罗斯的旗子给炸飞了。这场俄罗斯军队自去年春天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也再度陷入僵持。这种僵持环境对俄军而言是十分不利的，毕竟其突然发起大规模进攻的目标还是将乌军推入类似巴赫穆特城一样的包围圈。
但是由于阿夫迪夫卡当地的防御过于坚固，导致乌军实际上并不需要太多兵力就能实现长期坚守的目标。如果俄军的进攻不能达成战役突然性，那么从消耗战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太大意义了。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军队还有可能在阿夫迪夫卡打出第二个巴赫穆特绞肉机吗？答案是有可能的，但对俄军而言十分不划算。毕竟俄军布置火力口袋的主要意义就是希望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但是现在的阿夫迪夫卡一定会比巴赫穆特更难打。按照俄罗斯人自己的说法，阿夫迪夫卡不但地面的防御工事强大，连穿甲弹都无法击穿，其多年来建设的地下隧道的宽度可以容纳坦克进出，就算被合围也可以支撑几个月的时间。乌军士兵早就在内部通过红外和光学传感器建立了监控网，再加上无人机和火炮阵地，又有相对充足的弹药储备，这里呢就是一个完美的庇护所。因此在俄军初期的进攻失败后呢，反而变成了乌克兰人更希望俄军能把有生力量投入到这个进攻方向进行消耗战。总体而言，俄罗斯军队强攻阿夫迪夫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争冒险。如果进攻取得重大进展，逼着乌克兰军队从南部撤回部队力量驰援，或者能大量消耗乌克兰的有生力量，那就算成功了。否则花费大价钱去攻击阿夫迪夫卡只是对军事资源的严重浪费，很有可能导致俄军整体再度疲软，就像是此前的巴赫穆特。俄军虽然打赢了，但也在这里付出了太多兵力。不过在遭到严重装备和人员损失后，俄军也开始改变战术了。在继续推进一线进攻的同时，俄军试图切断乌军在阿夫迪夫卡唯一的补给线。阿夫迪夫卡军事管理局局长维塔利·巴拉巴什表示，告诉媒体，目前呢，阿夫迪夫卡的后勤补给非常困难，长达22公里的道路遭到俄军日夜不停的炮火袭击，这使得疏散和运送援助变得更复杂。另外呢，俄国防部还将整个战场东部和俄罗斯本土的后备部队都调往了阿夫迪夫卡。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很可能是想逼迫乌克兰主力部队与俄军主力来一场正面对决，而乌克兰方面呢，似乎也正有此意。毕竟本来人数劣势的乌军却在阿夫迪夫卡越战越勇，以至于乌军总参谋部不得不修改作战计划，决定在此地开启一场意在攻克顿涅斯克市的大型会战。昨天，乌军核心战力之一的第47旅已然现身阿夫迪夫卡侧翼，大量乌军有生力量正在源源不断赶来。在过去的24小时，俄军的进攻仍在持续。不过，在大量的坦克装甲车被摧毁后，俄军已经无力组建大规模的装甲纵队，只能用运兵车将步兵运到某个远离乌军火力的地点后卸下来，靠步行进入攻击阵地。但即便如此，他们还会因为乌克兰的炮弹在到达前线之前呢减员20%到30%。另外，最近还有小道消息称，俄军为了改变当前的进攻困境，似乎正在讨论是否向乌克兰重要城市发射太空武器。这个所谓的太空武器啊，就是太空运载火箭，只不过它的内部装满了炸药，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为搭载常规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只不过这种举动呢，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还是有些过于危险了，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误判。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